友谊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并拒绝统一，这对中国大陆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美国和日本不断炒作台海可能发生军事危机的背景下，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谁能当选？当选之后的两岸政策又被认为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变量。在这一大背景下，侯友宜被朱立伦征召，成为台湾媒体瞩目的焦点。既然侯友宜有希望成为下一届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我们就要关注其两岸政策主张。国民党是否能够翻盘也非常重要。首先，在两岸政策的问题上，侯友宜的政见与马英九非常相似，反台独，但是不认同一国两制。侯友宜在接受讯问时表示，无论是一个中国还是一中原则，他认为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国家只有一个。侯友宜同时强调，岛内法律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台独没有法律依据。他本人坚决反对台独，而他个人又反对一国两制，因为他深信台湾所谓的民主价值。尽管他对九二共识避而不谈，但他处理两岸议题的逻辑依旧没有脱离九二共识的范畴。这些理念与马英九非常相似，但是呢又有所退步。毕竟马英九还可以明确地谈九二共识，这可能是侯友宜不得不面对九二共识被民进党污名化后的现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选举技巧。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侯友宜与马英九并不对付。他曾经在陈水扁时代被破格提拔成为全台警务单位的总负责人，马英九上台后就被贬谪到警务大学担任校长。侯友宜被国民党提名后，马英九未发文祝贺，这个情况也比较诡异。当然，相比于民进党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侯友宜仍然是对大陆维持台海和平的更有利的人选。不利的一方面是，如果中国大陆决心要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赖清德的上位显然更好找到动武的窗口。其次，侯友宜被征召之后，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夺取大位，而郭台铭的态度令人意外。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耍性子，而是火速通过脸书发文恭喜侯友宜。郭台铭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拆除了国民党进一步分裂的地雷，但是仍然面临着是否能够团结民众党与柯文哲结成统一战线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侯友宜能否夺取大位仍存在着很大的变数。那么一旦郭台铭出走并与柯文哲搭档竞选，那么国民党的险情就危险了。最后，侯友宜就算是当选，也不会推动统一。在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国民党与民进党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侯友宜发表演讲，公开谴责民进党，并且向大陆展示强硬。他说，中国大陆将他的统一模式强加在台湾头上，以台湾主流民意来说，这是多数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所以拒绝统一也是他的一大特点。过去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表示，两岸统一的进程主要依赖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而且呢很可能要依赖于强力手段。侯友宜如果上台，其好处是认同一个中国，他也会利用这一点继续让台湾地区与大陆保持分裂的状态。其实就算是赖清德当选，他也不敢推动法理台独，甚至美国都不会支持法理台独。所以中国大陆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推动台独，而是他们不面对两岸统一的问题，宁当鸡头不当牛尾，以拖代变，甚至是医美抗陆，这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共性。我们对此不必抱任何幻想，我们只是希望下一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两岸和平多留出几年的稳定期。而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战略利益仍然是发展，让综合国力超过美国，并进一步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有人会问，中国大陆何时完成统一？其实台湾地区一直就在大陆的碗里，什么时候动手，我们掌握主动权。
把台湾问题放在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下去观察，从中华民族崛起的角度去把握契机，尽可能的使用和平手段，在当前仍然是大陆最优先的选择。而建设一支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军队，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统一的主要依仗。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